大家早安！看到这个眼熟的场景，我想很多人就已经认出来了。今天在东京羽田机场，作为台湾人最熟悉的其中一个机场，我们一定要来看一下的嘛。那东京羽田机场呢？以我这个寰宇一家忠实的粉丝来说，第一次来开，当然就要先开哪？就要先开日航头等贵宾室，对不对呀？日籍的2间的话，在成田跟羽田，羽田的话高卡客人是多很多的。那日航的贵宾室的话很好认，在112 gate 的对面就是日航贵宾室了。那日航贵宾室的话是有2处，那Sakura的话在前面，不过我们今天要看的是 First， 就在这边啦。走到这就已经开始闻到日航独有的味道了。这一间的话，当然算是日航最旗舰的贵宾室了，就毕竟是羽田机场嘛，然后是日航的主场。这间贵宾室因为比较大，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平面图，它是有分成4楼的部分跟5楼的部分的。那所以我们现在一个个来看。那有些区域的话，开放时间不一样。我们看到这个区域为什么只有开早上？因为早上的话，就是真正头等舱的班机几乎都早上起飞，除了那一班去往纽约的班往班机之外，其他有配有头等舱真正的班机都在这边早上出发，所以这个位置只有早上开放。还有这个位置，所以我们今天会把整个位置呢，先让大家看一下。就是贵宾室的话，区域是蛮多的。那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 ，OK？ 那我们等一下呢，我们导览的部分，我们先这样，我们先往右边这一区最大的，然后到Red Lounge，然后这样绕回来之后，我们再往左边走，我们去看到这个特别吃东西寿司的地方，然后最后我们到楼上。日航早上出发的班机是很多的，那我今天搭乘的是羽田回松山 JL97， 早上这一班啊，这就是日航最招牌的这个长廊了。这边是经过整个改装又整修过的，因为本来这个区域的话是有头等跟商务的，不过因为空间的关系，它现在已经把这个区块全部改成头等的区块了。哇，这个才一大清早，你们看，这贵宾室这个吃东西的地方，基本上已经是人满为患了。虽然找不到半个座位啦，但就是真的是人很多。这边的话，全部的餐食都是阿拉卡特了。就是因为桌上有一个 QR code 的 menu， 然后点餐，然后点餐完之后会有人帮你送过去。那现在也恢复简单的自助餐台区了。对，那当然日航最有名的就是米的部分是山形米，对，就是最有名的部分，这米很好吃。再来，大家每个来都一定会吃这个日航的招牌咖喱。那我觉得日航的咖喱是比全日空好吃很多啦。然后再就是这个蘑菇浓汤，冰箱的饮料啊。都有酒类部分，当然选择是蛮多的。今天的清酒是凤凰美田，还有另外这一支应该是玉庆式，对，然后这个是白酒，也有2支 Sauvignon Blanc， 跟这支是 Louis Jadot， 然后这边呢是红酒，是 Piano 红酒，2款红酒，然后在这边当然就是一定会有一堆烈酒喽。那这边的话，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里没有看到响，对不对？我等一下告诉大家响在哪儿啊。然后这是香槟、气泡酒，对不对？还有一支哦，这支是 alcohol free， 就是没有酒精的气泡酒。日航的高卡会员真的是非常多啦。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区了 ，Great Suite。那这边的话，还有帮你擦鞋的服务。那也是限定时间的，基本上这就是配合头等舱的时间啦。那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蛮不错的，这个空间就比刚刚那地方舒服很多了，就是人潮比较少，然后就有一些设施，像这边有漂亮的西洋旗，蛮有氛围的一个 lounge。擦鞋服务的话，我今天不是穿皮鞋就不用预约了，这边工作人员都在很努力的在擦鞋。这边的话还有放酒的哦，这是跟刚刚不一样的嘞，这是另外一支香槟。清酒的话是一样的，然后这边杯子的话，就是这个名牌杯子，就是最好的那个水晶杯之一 Riedel， 所以在日航的 Red Suite 里面就是会给这些杯子可以用，所有的杯子都是这些高级的杯子。那这边就很适合坐在这边喝杯酒，如果不想吃东西的话，所以不吃东西的话，在这个 Red Suite 是不错的。那这是刚刚我们一进门口的右边这一区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就往左边那一区看看。那这一区的话，当然看外面窗外的风景是不错啦。不过今天当然是有点下雨。顺带一提，日航的高卡会员真的多到就是爆炸。像刚刚在check in的时候，头等柜台有4个柜台，
不过我还是需要等了一下。对，就真的日本人真的是有绿宝石真的太多了，因为日本人可能真的很喜欢出差吧，所以就是他们的高卡会员真的是数量很可怕。像松山羽田这种航线，真的是没绿宝石真的是没人权呐、这真的没夸张。这松山羽田这种航线没绿宝石真的没人权，因为全班机会有一半以上是绿宝石。就那绿宝石排的队伍是长的要命。那我们现在到另外一区喽。这一区的话，就是后来新改装的，之前一开始是没有的，就 JL Salon 跟这个齐鹤亭，对，就是一个吃寿司的地方。那我们就往这一区来看看。JL Salon 的话在楼上，我们待会儿上去。那我们现在先来这一区。这一区的话是新的，那一区是旧的地方。对，那你看这一区也是都新装潢的设计，很漂亮的。这边就很舒服。那大家蛮奇怪，为什么大家都挤在刚刚那一边呢？看来很多人不知道这边有开新的一区，都挤在刚刚那边。哇，那这区不是很漂亮吗？对，这边是新开的一区。我想食物部分是一模一样的啦。对，沙拉，然后一些冷面，这边也是有放。对，这是鲍鱼。今天这边是有鲍鱼的，然后这边东西比较多呢。这边还有个洋葱汤，咖喱是一定有的，酒也是一定有的。这一区的位置比较舒适，我们就在这一区找个位置坐下来，点一点东西来吃好了。好，那我们来看看餐点喽。菜单部分我们刚刚用手机录影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日航都是 APP 点餐了，那要下载一个日航最后的一个 App 哦。好啦，那我今天拿的就是一些大家在日航贵宾室会吃到一些经典的品项了。第一个当然就要先看这个，就是大家每个人很喜欢来这边一定要吃的寿司。那这个会一直不停的换口味，今天还不错，今天是鲔鱼，对。那好的时候会出现河豚，不过这就比较看运气。然后这就是一个日式的一个小小的组合，有明太子啊，一些其他的东西，鲑鱼。然后再就是这个一定要拿的日航牛肉咖喱，这个是这边我觉得大家评价最好的东西，对，这个就是非常好吃。这个的招牌程度，我觉得就是国泰担担面，就是日航贵宾室一定会有这个日航牛肉咖喱，这就是等同国泰担担面的等级。然后我拿了一碗汤，蘑菇浓汤，拿来一杯香槟。然后值得一提的是，日航的沙拉不错，日航的沙拉品质蛮不错，大家可以点点看。然后最后这个一定要介绍，这个非常重要。这边日航这个拉面就是阿芙里跟阿芙里和联名的，就是那个柚子拉面很有名的，这个我觉得非常的棒啊！这就是比全日空好100倍的地方了。它的拉面是有牌子的，而且好吃很多。那就到我们试吃的时间了。我们首先先来尝尝今天的握寿司如何。这握寿司真的是，如果你要搭日航，真的要上去搭头等舱的话，这些东西都不要吃。通通不要点哦！如果你今天要搭日航头等舱，真头等舱的话，跟大家讲，你在贵宾室来，等一下直接上楼上，我带你去一个地方，那边休息、按摩、喝酒，都不要吃哦。因为日航头等飞机上面的东西比这个好吃多了，你现在吃了上去你会哭出来，所以千万不要吃哈。我现在今天是因为搭商务舱回台北，对，那等下上飞机就不一定要吃，所以来这边试一下。好，我们先试这个鲔鱼好了，今天的还不错。像上次在全日空成田头等贵宾室吃的那个寿司，你真的是很普通，很普通。这边也是偶尔会有雷的，其实还不错。看过人最厉害的人有吃过河豚寿司，真的很棒。先吃一点这个鲑鱼，这鲑鱼不错。好，再就是我们的咖喱饭时间了。这个咖喱真的是有如国泰担担面的存在，我们要好好的给大家品尝一下。牛肉是蛮大块的哦，像这样。这咖喱饭真的是日航招牌中的招牌，对。然后我是属于不拌的，对，就这样沾着吃。牛肉都还蛮大块的，这就是满满的日航价值、日航味道。这牛肉咖喱真的是日航的招牌，就是一直就是我到日航了。现在刚刚跟大家讲这个沙拉不错，日航的沙拉做的蛮不错的，飞机上面也是哦。就是日本这个新菜就是很新鲜，他们这个沙拉是蛮好吃的，然后给这个酱汁也是不错的。
在飞机上面这个沙拉有时候还限量的，然后这个变革过很多次啦。最早开始是像自己拿，疫情的时候连这个都改成他送来，可是我觉得不方便，因为我想吃多少我自己拿，我说饭太多太少不方便。现在会不自己拿还不错。好了，我们来试这个，这是我最爱的。如果说日韩贵宾室我肚子不饿，我只能吃一样东西的话，有的时候我不会选咖喱，我会选这个，因为我很喜欢阿福瑞的柚子拉面，我喜欢柚子这个味道。然后跟阿福瑞合作的柚子拉面很棒。上次有观众留言说，怎么都没看到你吃拉面，这不就来了吗？日航有提供我就会吃了嘛，对不对？柚子拉面很棒。日航的餐食的话，我必须平心而论啊，就是咖喱不错，那个拉面不错，然后那个握寿司是招牌，但你说要到很厉害，像卡达那样，或者像国泰头等有一些很厉害的餐点，倒是没有。不过我真的觉得蛮神奇的。刚刚那边我们看到人潮不是爆炸吗？这一区就是人不多，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吧，或者说你们这边没开，这早上是有开的。它早上开的理由我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日航现在真正头等舱出发的航班2班纽约，然后伦敦、巴黎，对，那纽约的话早上一班，傍晚一班；伦敦、巴黎的话都早上。然后像曼谷、新加坡也有头等舱，都是早上11点、12点出发。啊，早上还蛮居多，早上还有班芝加哥也是有头等，所以基本上头等航班都是这个时间出发。晚上出发就只有纽约，还有一班洛杉矶。所以基本上这一区的话，等于早上尖峰时刻，而且服务真的头等舱的客人，所以这边只有开早上7到11点。所以你如果搭 JL99的话，这一间就吃不到，就这个区域啦，那边是人满为患的，所以早上如果来的话，如果可以的话，建议他就是进到贵宾室之后，不要往右边转，你往左边转。你看这一区是非常舒适，你看我现在坐了个边边的位置，还好有这样的空间。其实我今天来录影之前，我其实很担心，因为日韩贵宾室真的是永远就是人满为患，我很担心说人潮真的太多，也不方便给大家这样好好介绍。不过今天这样还不错，就这个时间来，因为可能还早，现在才7点37而已，7点开嘛，7到11点，所以这样等刚开半小时，还好人不多。这整个偌大区块大概不超过10个人，所以我可以给大家好好这样介绍一下。那等一下我们就再往楼上去喽。这个区块真的就是很舒适，就是新开的这个区块真的是好很多。那这边的话也有一些商务可以用的，就是什么影印机啊，讲电话在里面。那我们上楼之前，我们先去看一下淋浴间。对，淋浴间的话也在这一层楼层。等一下我们从这边上楼。那日航的shower room的话，要使用前跟柜台那边要先预约。它就是你要从 App 上面先预约，然后再去柜台，它会给你一个钥匙。对，等大家来看一下。那在进门口左边的地方就看到这个shower room了。好了，那我们现在进来喽。像这样。那早上时段想必是人潮不多的。这边的话，总共像这边是编号6、7、8、9，所以是有10间shower room。这个比之前改善很多。之前空间不够的时候，真的会等蛮久的，所以不能直接走进来哦，你要先去前面的柜台拿钥匙。等进来了也没有钥匙。今天分配给我的是这一间 Number 1，那钥匙就会像这样，也会给一张这样shower room的 key。好，那我们要进去喽。好，这就是日航shower room里面的样子了。说实在话，这shower room的话，比起我们前面开过几间头等的话，并不算大间，不过也算是宽敞啦。日本嘛，这个比较小，所以没办法。但是它动的是很精致啦。这个比较特别的是，一般我们看过头等贵宾室的话，它的shower room里面都是配有单独的，自己再有一个那个马桶，就有个厕所，这也是没有的。它单纯就是 shower room， 然后厕所在外面，所以配置长这样。我们来看一下备品吧。备品是这个。那隔壁全日空用的就是那个雪肌精。那这边的话，当然那个什么，在日本嘛，这个干净整洁度是一定100%是没有问题的。那现在早上时段当然使用这个的就比较少啦。吹风机不错，吹风机用的是 Panasonic， 吹风机是很不错的，没有其他的东西，什么乳液啊倒是没看到，然后不像国泰还有一些喷雾什么的。那可能因为洗澡空间比较少，它另外的这个 change room 换衣服的地方，这就是个蛮大间的换衣服的地方，也就是蛮奇特的设计。然后它的厕所的话就会在这里，就是我们刚刚一进来，在shower room的这边的这里，它就是一间厕所，所以它厕所是独立单独这样
一间厕所。对，就不是像一般头等贵宾室的话，就是每一间淋浴间里面都会有一间厕所。这边的话是独立出来的，对面还有一间，就2间厕所，像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带大家来看楼上这个区块喽。再给大家复习一下地图。我们刚刚是先去了这边最大区块的，人潮非常非常多的地方。然后那个擦鞋服务在这边 very sweet。然后我们再一路逛回来 shower room， 他刚刚吃饭很舒适的新开也是这一块。那我们现在要上到楼上喽。好，那我们 go。这个楼上出来的这个区块，第一个部分就是我最喜欢的，就是按摩椅的区块。那这边的按摩椅像这样子，非常的棒。这个比国内线要舒服蛮多的，而且张数的话，这边是有，应该是4张还是6张的按摩椅。那有的时候我要搭真的头等舱的话，我就不会在刚刚那边吃东西。那我就会来像这样子的地方，就躺在按摩椅上面。然后我就休息。那楼上这个区块就真的是人潮少很多。那空间的话，大概像这样。我们是不是来看一下？有一台好漂亮的日航350-1000哦，在前面那一台就日航的35K，是日航现在最新的旗舰机种。就上次我们001给大家拍的那一只喽，就是这一区了。这一区我觉得是最棒的，就是楼上的部分。这边的话就没有食物。但大家看到说这个空间非常的安静，然后这间贵宾室的一个亮点在这里，这个只有楼上才有而已。像上次那个355K 首航羽田纽约，他们就有做了一个特殊的调酒，就是 Brooklyn 的 Brewery， 然后还有这个马提尼，就是一些特殊的调酒。然后这楼上这个区块的话，就会有响了。所以，如果喜欢喝日本威士忌，那你看这边一整排的，从山崎啊、白州啊，还有这个是很红的日本致富，还跟日航特别合作的，所以这些好的威士忌都会在楼上。光这几瓶一字排开，哇，是不是很厉害了呢？然后这边的话，还有一些这些小东西可以吃。然后旁边的话，我们再逛一下。这边的话，还有一个这个。狗呆法的东西，然后这边的话，就你看到这个吧台上面就不会有那个刚看到那么多日本厉害的威士忌就不会有，所以如果你要喝这些高级的日威的话，就要上到楼上，所以千万不要在楼下哦，楼下是没有这些东西都，冰箱的东西倒是差不多。好了，那我们来倒杯日威吧。那我最后我点了一杯响。然后一杯致富，就来享用我们的威士忌喽，好漂亮，好期待呀！我们现在就坐在这个窗边，看着前面日航的35K，然后我们桌上这2杯高级的日威，左边是响，右边是致富，还能来一点米果。我现在坐在这边就已经闻到威士忌好香了。我们先吃一口这个米果，我们从响开始，香。虽然我并不是什么威士忌达人啊，不过这个响还是会喝的，一定要喝的，配上米果很对味。我们再来试致富，这个致富跟日航有合作，他们是有包桶，就是在日航的头等舱他们也有卖。我不是什么威士忌达人啊，但我觉得响比较香，可是致富喝起来味道也是很顺的，2支都很不错。因为我并不是那么爱喝烈酒，但日威的话，我觉得入口是很顺的，然后会点东西。所以啊，我今天想在这边跟大家，在日航羽田头等贵宾室国际线这边，最后跟大家说的事情就是，真的如果有绿宝石的话，那你如果进来这边，反而我觉得最没有特色的无聊区域就是那个人最多吃东西的地方，因为你说那边的 dining 有到很厉害。比不上卡达，也比不上国泰在香港的头等。大家很喜欢吃的日本食物，就是寿司啊、拉面啊、咖喱饭，哇，很多人趋之若鹜。可其实像那个咖喱饭，你在商务这边就吃得到了，所以其实头等这边就没什么太大必要。那阿拉卡泰的食物，我承认日航是有 cost down。在之前的话，或许也是我今天来时段不对啦，因为之前的话是会有那个，就是有铁板烧的东西，或有一些煎的和牛什么的。但可能每天是有一些时段，可能今天时段不对，但是
确实整个头等贵宾室的食物是有 cost down。那疫情刚解封之后的东西也比现在好。早餐的话，那时候会有吃过什么像扇贝啊什么的，但我们看到划那个 menu 上面都没有看到这些菜色，都没有看到这些菜色。中午之后有没有我不知道，或许下次我如果搭下午的航班，我再来帮大家看一下。不过根据网友的回报的话，整体来说日航这个头等贵宾室是算 cost down 的蛮多的，所以那个区块我真的觉得反而是最没有特色的。那淋浴间的话也是差强人意，因为我们如果以头等贵宾室的话，你像 Qantas 啊，像卡达呀，像国泰啊，基本上淋浴间每一间里面有独立的厕所，应该我觉得是基本配备。但是日航这边它没有做到这一块，可能也真的是场地有限啦。那但是我觉得剩下2块就是有特色的，对，就是新的这2块。往左手边走的第一个那个用餐区，早上才开放的那边就真的我觉得漂亮很多，木头的装潢很美，对，所以那边我觉得就很适合在那边吃点小东西，对，然后再来，如果你搭真头等舱，楼下都不要去了，你直接上来，就来现在这一块 JAL Salon， 直接来这里，在这边吃点米果，喝日本威士忌，这就对了嘛。你要来头等贵宾室就要享受什么？你要享受商务贵宾室没有的东西嘛。像那个拉面、那个咖喱，你去商务这边就有，那你就不用进到绿宝石这边来啦，对不对？我们辛辛苦苦拿绿宝石，当然就是为了不同的福利嘛。所以，如果你拿绿宝石的话，你就上来楼上。那东宝这边人也不多，很棒。对，那就是威士忌随便你喝，我是不太会喝啦。但是你如果会喝威士忌的话，你这边日威随便喝，哇，你就赚死了。大家都知道，像这种想，那台北这西价都很高的。然后这边不止这些哦，如果它偶尔有一些特殊的东西，比如像之前有一些特殊的香槟，像还有之前我如果没有记错，就是会有一些厉害的东西的话，都会在这里。如果它有一些什么 seasonal 限定的啦，或是特殊的东西啦，之前有鱼子酱，就是有一段时间它有鱼子酱。就这边，如果它有些 seasonal 啊 special serving 的东西，都会在楼上这间 salon。所以你如果肚子没有很饿，上飞机吃头等舱的东西，或者那天肚子还好的话，建议你上来，你就先来这边看一看。当然这边不是开整天了，如果你来的时间没开就比较可惜。如果你来这边有开，你就直接上来。这边我觉得是这一间日航国际线头等舱羽田贵宾室，我觉得最亮点最高就在这个区域。就是楼上的 JAL Salon， 然后顺便跟大家提一下，对，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兴趣？对，就是，因为我是死天龙人嘛，那死天龙人的话，当然我最爱的航线就是松山羽田啦，就是超级霹雳无敌方便。自从松山羽田有了之后，我就尽量不去成田了。那而且大家知道台日现在是黄金航线嘛，那黄金航线中的黄金航线，当然就是松山羽田，这条是全年无淡季，载客率都非常高，像长荣的话，基本上都95%以上，有时候到98%、99%。对，这一条是非常厉害的黄金航线，它只有这一条，也可以排名很前面。对，所以当然这一条目前就是4家嘛，我们国籍2家，华航、长荣跟日籍2家，日航、全日空4间，一人一天1名2班，总共8班。那当然在黄金航线上面，大家就要拿出真实力了嘛，所以我想要做一个系列，是关于松山羽田，就是这4家传统航空的商务舱，他们的优胜劣败，想要做一个评分表。那针对机上的硬体啊、机上的软体啊、人员的服务啊、贵宾室啊、机场 check in 啊等等啊动线，做一个评比。那但是我不知道这大家有没有兴趣，对，所以有兴趣的话在下面留言。那因为这一条对我来讲的话，我应该是可以找机会4家都拍摄啦。对，因为这个对死天龙人来说，松山羽田这是必须的嘛。从我家出发搭松山羽田到达东京的时间，绝对比到垦丁快。那到了垦丁的时间，我早就已经到东京了。对，这样就是很方便。然后羽田机场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机场，除了修行的回忆之外，这整个机场我觉得是非常棒的。而且别忘了，我们今年还有个任务，我们一定要来羽田。所以为什么？因为上次讲过啦，美国运通在这边开贵宾室，我怎么能不来呢？对不对？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就会把4间航空公司的商务舱做一个开箱。对，那有兴趣的话，下面留言。好啦，那我们这期日航头等贵宾室开箱到这边，
对，那日航贵宾室的话，在全世界就没有那么多了，除了成田羽田之外，大阪那间是迷你的，然后名古屋要开了，国际线就这4间贵宾室而已。那海外的话就是曼谷，对，曼谷有1间，然后再就是法兰克福，而且法兰克福还有头等区，污染好像不怎么样。夏威夷，对，夏威夷，日航的重点。其他地方日航就没有自营的贵宾室了，对，所以日航贵宾室是比较少的。不过这些羽田的话，就是我给大家介绍我自己的小心得，对，那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那我们就之后贵宾室或飞机上面我们再见喽，拜拜。看得出来这是哪一间机场吗？对，这就是我最近的、也最喜欢的松山机场喽。那松山机场的话，以前一直只有1间贵宾室而已，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边多开了1家 Plaza 哦。